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Zack and Winnie Channel， 我是杰克，我是 Winnie。今天呢，这一期影片想带大家去研究一下马来西亚的房型。可能问一下 Winnie， 怎么样的房款会在新加坡会比较多 ？HDB 哦，就是政府主屋。那么在美国那方面呢？那种有地住宅咯 ，Gatless concept 的那种屋子啊。对，就是好像比较大面积，然后有比较多私人空间的，但是它是开放式的。而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话有很多，但是最平常啊 ，as 一个马来西亚人，你会想到什么？排屋咯。那么其实哦，在每个国家啦，都会有不一样的房型。这一节影片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马来西亚到底有什么种类的房型。Let's go. OK，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 property 类型呢是有分为4大种类啦。第一种呢就是 residential， 第二种就是 commercial， 第三的话呢就是 industrial， 第四就是 agricultural land。叫 residential 呢，通常就好像是我们住的排屋啊，然后 commercial 就类似是店屋啊 ，industrial 呢就是 factory，agriculture 就是有种地，plantation 这些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under residential 的，给我们一些 example 啦，不会逐一带你去看完全部，就是让你们知道一下 under residential 会有什么种类。所以第一种呢就是 flat 楼，在我前面的呢这个就是 flat， 它算是 low cost flat。价格呢，大概是在100出千左右啦，130、140千就可以找得到了的。那其实我看到旁边有 facility 耶，你看那边，它有那种游乐设施啊、停车场，然后 mall， 说是每一种 flat 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 facility 的吗？也不一定吧，通常这种 flat 的 maintenance fee 大概是在一个几十块左右而已，很便宜的。它是政府的是吧？需要 consent 哦，如果是你要买的话。这样子它不是跟新加坡的 HDB 有一点像？不能这样子做比较啦。这个是比较旧款的 flat， 所以哦，它的楼层好像没有很高。是需要自己爬上去的咯。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矮的啦，可能3、4层这样子，它是没有 lift 的。这个的话，我这样子看来啦，好像也是没有 lift 的，你需要自己爬楼梯上去，会很喘，类似像那种廉价主屋。所以可以看得到哦，这一区的 flat 啦，总共有13栋哎，所以是蛮多一下哦。没有错的话啦，这一区好像是 leasehold 99年的。其实我们现在在的是古来区啦，就是我们家附近的，因为刚好这里有这个 flat 楼，带大家来看一下，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这种 flat 楼的好处跟坏处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讲坏处啦。坏处可能就是要爬楼梯，然后它的 maintenance 也没有很好咯，因为讲是 low cost 的嘛，廉价，所以它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的好。那好处的话，就是可能它便宜咯。100多千、100出千，甚至有时候你找到有好货的话，可能8、90千你就买得到了。但是需要有条件的啦，这种廉价物还是中价物呢，购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说你必须要是Johor的子民，或者是必须要在Johor生活了一个5到10年的时间，然后是第一间房子等等的一些条件啊，需要去 fulfill 的。然后它的大小的话，通常也是刚刚好啦，可能就是800、900方尺、1000方尺，会稍微的大一点点啦。那其实我有看过新的 flat 哦，它是蛮高的嘞，高过4、5层。那些就是有 lift 咯。可能比较新的话就有 lift 哦，有 lift 的可能它的 maintenance 会比较高一点啦。这种没有 lift 的可能1个月才20、30块这样子罢了。flat 楼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也是 under residential 的。然后呢，往往这种 low cost flat 哦，它的那个 ROI 呢就是 return on investment， 租金回报率都是会比较高的。因为它每个月月供可能才600、700，可是你租的话可能可以租700、800。这样子是不是讲哦，第一间房子啦，买这种 flat 会比较好哎？So far 我之前有遇到过的一些顾客啦，他们是打算买那种 low cost flat 来投资的，就是买来租出去哦。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有一些 restriction 吧，因为这些都是 for 一些比较低收入家庭的嘛，是不是？有没有好像新加坡这样的限制几年不可以卖出去，不可以租啊？是有的，如果是那种新的话啦，total 10年是不可以租出去的，也不可以卖出去的。可是呢，这种是 by right 啦 ，by left 的话，你们懂哦。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炒楼啦，这种炒楼现象在香港已经是很普遍了。OK，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一个 townhouse。townhouse 呢，就是楼上楼下是不一样的住户的，给你们看一下。So for example， 我以这个的话来讲，它楼上跟楼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住户，可是它是 under the same roof 啊，在同一屋檐下。然后
它的 parking 就是 open concept 咯，它也是 gateless 的，没有那个铁花的，没有铁门啊，没有铁花。这样子的房型大概是多少钱呢？据我所知，这个也是按照政府的一个房屋政策啦，就是可负担的那种屋子，每一间的话好像是5000，可是我不确定它的价格吧，我所知道的是5000左右，在 JB 也是有，不过我不清楚它楼上楼下的价格是不是一样啦，应该会是不一样的，楼上应该是比较便宜，楼下会比较贵的，因为楼下比较方便嘛，楼上你还要爬一个楼梯上去。我之前有看小红书有人 post 过它的大小呢，就相同于是一间单层排屋的大小，大概是1000处方尺左右。哇，你看下面呢，他们还可以直接这样子装一个铁花，这是可以的吗？好像是需要 approval 的，因为这种是属于 strata 带的，strata 带的就是不可以随意装修，要装修是需要拿到 approval。那么如果再有budget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去 look for 这种牌楼啦，然后就有分为单层牌楼啊、双层牌楼啊。我们在前面这边哦，全部都是单层牌楼，所以这一些就是单层牌楼啦。这样子单层牌楼近期啦，它的价位大概是在多少？我觉得是要看地区耶吧 ，overall generally 都是要400-500千哦。然后双层牌楼诶，双层牌楼也是看地区，新山区的话，700-800千，如果是在古来的话，大概是要600-700千左右咯。那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在我家附近的，对，这个就是双层牌楼，它环境也是蛮不错的，新建好不久的。这边是新建好不久。Transactor price 好像也是要600-700千的，700多千。一款双层牌楼都要整600-700千，好像是700处左右啊。夸张哦。gated guard 的不是 gated guard 咯。哦，前面又有那些 guard 啊，guard号全部都有啊，不像我们的，只是一个围篱社区，然后给你一个篱笆，都没有 guard。我是觉得我们的是因为有一些 resident 或者是超过一半他们不赞成那个security， 所以才没有封这个。就是他们不想给钱啊。应该是，这看个人 preference 啦。如果你是要买一个新安的话，你觉得有 guard 比较安全，但是现在大多数都是有 guard 了的，那种没有 guard 的都是以前的牌楼都是没有 guard 的。OK， 除了单层、双层牌楼以外呢 ，residential type 也是有 cluster 就是田字屋，还有 semi D 跟 bungalow。在我面前的这个呢，就是田字屋。所谓的田字屋就是它的那个房型啦，你从上面看下去哦，就有一个田的感觉，是一个华文字田字的感觉。4宫格。好，那现在呢，就来带你们去看 commercial。commercial 跟 residential 有什么不同？商业用途咯，就是那种店面的。residential 的话就是住宅咯，一个住宅一个商业，商业就是拿来做生意的。所以在我眼前的这一些就是 commercial shop lot 店面。commercial shop lot 的价钱大概是？这个很 depends 的哦，要看你是单层、双层。很像这个 corner 是3层，跟双层的价格又不一样。地区如果你是在比较旺的话，又不一样讲哦。所以这个 is really depends。这种其实你们可以上那种 property guru 网站就可以看得到它的 transactor price 的。那现在呢，就要带大家去看 industrial。这种工厂哦，它有分为2大型类啦。第一个就是比较大型的，这种呢就是比较小型的工厂啦 ，like industrial。通常呢，他们都是会拿来做那种 warehouse 啊，还是食阁，还是那种 logistic 等等。这样子啊，这种工厂哦，它的价位一般上是到哪里？据我所知啦，我所懂的，我们有卖的啦 ，Eco World 的在 Eco Business Park， 大概是2到3个million左右 net price 啊，大概是在8000多方尺左右的大小。Next station 是要去哪里？去看 service apartment。service apartment 呢，其实它华语是叫服务式公寓，就是会有 hotel concierge 的一个 concept。可是据我所知，现在在新山还是在 KL 的，多数是跑这种 concept 啦。service apartment 已经是很少会有 condominium 嘛。condominium 的意思呢，就是
它的那个地契是 purely residential 的。purely residential 的地契的话来讲呢，它的电水费、地税、门牌税是跟住家一样的 rate。那反而呢 ，service apartment 通常都是属于 commercial under HDA。under HDA 呢，就是 Housing Development Act。是 protect 买家的一个法令，然后 commercial under HDA 呢，通常是 for residential use。So let's say 如果你们要做 Airbnb 的话呢，也是 OK， 不过还是 subject to management 的 approval。有一些 management 它还是会 ban for Airbnb 的 ，Airbnb 就是 short stay。所以它还是 under commercial， 可是对，它还是 under commercial， 可是它是 under HDA 这个条令。OK。然后它的电水费呢，还有地税、门牌税，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贵。可是电费的话呢，你可以给一个10块钱去转去 residential use。可是水费的话呢，就是直接 directly 对 management。当然，地税、门牌税这个就没有办法啦，还是会比较贵一点的。这样子的话，它可以拿来做 office 吗？这个本来是不可以的。OK，所以就是其实讲啦，有很多不一样的 type 啦，要看你是 prefer 什么 purpose， 你是要拿来住啊，还是你有 intention 要拿来做 Airbnb， 还是你是要找类似这种比较 residential feeling 的 office 也是有的，所以是太多的种类了。OK， 这种 high rise 呢，就是高楼，它也是有分 purely 的 commercial， 就是 SOHO、SOVO 跟 SOVO。通常这种 SOHO、SOVO 跟 SOVO 的话呢，是可以拿来做 office 用的。在新山有一些地方 ，SOHO 的话还是有一些是 under HDA 的。所以这种 SOHO 跟 SOHO 都是属于比较新颖的 type， 对吗？算是 purely commercial 咯，就是你可以正当的拿来做 Airbnb， 你可以正当的拿来租出去 as 一个 office 这样子。那现在就大概去看一下吧，就看到我们家附近也是有一个 service apartment， 给你们看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其实 service apartment 大多数啦，隔壁就是 shopping mall， 因为它是在同一张地契里面的嘛 ，commercial 的。然后有一些 service apartment 呢，他们在楼下会有店面哦。OK， 原本呢我要上空拍机给你们看的，因为其实在这种 service apartment 的周边哦，首先就有 shopping mall 啊，而且非常方便。但是因为这里是靠近士乃机场，然后它是属于一个禁飞区，所以就只能够以我们的视角让你们看一下周边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靠近我们家的一个 service apartment 啊，它是 IOI 集团的，然后它旁边就是有 IOI Mall。然后在古来这一边呢，这一个 IOI 的 service apartment 应该算是唯一一个 service apartment 在古来啊，其他的就是 flat 咯，还有比较旧款的 condominium 啊，多数都是在新山啊。新山会比较多。这里就是它的后面看上去。OK， 好啦，我觉得今天就到这边了。那其实呢，该我们带你们去看的主要都是围绕在 residential、commercial 跟 industrial， 因为讲真的 agriculture 哦，多数都是属于那种郊园地啊，或者是油种吧，就比较 rare 的啦。对。但是我们都是有在做的啦。那其实刚才我们带你们去看哦，就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并没有完完全全很仔细的去解剖给你们知道，就一个大概啦，给你们有一个概念，去知道一下 Malaysia 的 property market 到底有一些怎么样的房型之类的。但其实如果是在新山的话呢，现在目前啊会比较多有的是 service apartment。反而这种 landed 的话呢，可能因为是 costing 的 issue 跟地的关系，对，就在新山市区里面，其实人力资源哦，还有 building material 都在涨价，所以发展商也是要赚钱的嘛，所以他们宁愿用这一小块地来建高楼，赚取更多的盈利 versus 那么大片地就建那么一点点的 unit， 才赚那么一点点的钱。所以那个趋势都是会类似于像槟城啊，跟新加坡、香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对，就是往上发展，而不是往扩发展。除非你找那种比较偏远的 landed， 还是有可能的，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啊。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对不对？有些人还是会一定是很坚持，很 prefer 要 landed 还是怎么样，还是找得到的，要自己喜欢啦。因为买房子都是一个很大件的事情嘛。
就是要看你自己喜欢的，最终目的是这样子。那么希望这支影片呢，对你们会有增长一点点的知识 ，OK， 就是有关于在马来西亚的房型啦。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有让你们增长到一点点的小知识，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就给我们一个赞。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拜。